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，欢迎收看《守望云霄》。美国国会两院提出《台湾伙伴关系法》，准军事合作挑衅的后果相当严重。据中评社报道，美国国会、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了《台湾伙伴关系法》，要督促美国政府加强国民警卫队与台军的交流合作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认为，这将有助于台湾提升抵抗力，让台湾更难被中国大陆所控制。台湾方面立刻做出反应，感谢美国方面的支持。那么这个事态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。该议案指出，要加强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和将军级军官的交流，支持台军现代化，维持台军充足的自卫能力。这议案呢，特别要求要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，并要求两者建立起伙伴关系。未来，美国国防部长要向国会提交报告，汇报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军的合作交流。此前呢，美国和台湾地区已经签署了设立海警工作组的备忘录，要推动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合作。可以看出，美国为了避免美军与台军的合作引发大陆的强烈反弹，准备呢把准军事力量国民警卫队推上前台，帮助台军训练、制定作战规划和进行军事演练，成为又一种打擦边球的方式。那么美国的海岸警卫队，它的性质和海警比较类似，是属于一种准军事的力量。而现在，它要把国民警卫队推上前台，这个性质就更为严重了。因为所谓的国民警卫队可不是单纯的准军事力量，而是一个常备的武装力量。它和美国陆海空三军加上海军陆战队之间呢，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只不过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加海军陆战队是属于它的正规军，是由美国总统直接管控的，而国民警卫队呢属于地方军，是由美国各个州来掌控的，他们都属于正规的武装力量。美国国民警卫队表面上看是美国的民兵，实际上它的层次要比民兵高得多，它是隶属于各州政府的地方武装部队，实际上呢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。比如说，美国的各个州的国民警卫队装备有大量的作战飞机，这些作战飞机有3代机，甚至呢也有4代机。比如说，装备有 B-2 隐身战略轰炸机、F-22隐身战斗机，以及属于第3代的 F-16、F-15战斗机，甚至呢他们还配备有战略运输机、预警机、加油机等等。有些媒体呢甚至认为，美国国民警卫队空军的实力超过了其他国家，在世界上也是排得上号的。美国加强国民警卫队与台军的合作，很可能是要帮助台军进行后备力量的建设，甚至呢把台军的作战部队规模扩大到200万人。华尔街日报甚至认为呢，美国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，让中国大陆解放军更难控制，要增加中国统一两岸的代价。那么这个目的首先能不能实现？它是派出国民警卫队到台湾帮助协防呢，还是帮助他训练呢？从目前他这个法案看，似乎好像是帮助台湾地区的军队进行相应的训练，以及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支援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可以说已经严重的干涉到了中国的内部事务。我们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予以应对，因为他的做法已经严重的踩了红线，严重违反了中美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。他现在不仅仅是向台湾地区卖军火，甚至呢武装力量人员已经参与到了台湾地区的防务。那么这样的行动，我们必须采取果断的、严厉的。当然，这个法案现在还没有通过，还在讨论，但是通过的可能性很大。一旦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样的法案，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必然会出台新的法规政策，以及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来制止这种危险的踩红线的行动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